大家好，我是财先生，欢迎来到财商成长频道。看过我前面的影片就会知道，只有当我们拥有了能为我们带来被动收入的企业或者资产，才能让我们达到财富自由。但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们如果35岁前就拥有1个亿，你们会选择退休吗？最近我在回想当初我的创业过程，为什么我能创业成功？为什么我跟别人做同一件事情，我是赚钱的，别人是亏钱的？我做了很多笔记整理，加上以前吸收了大量理财相关书籍，我找到了答案。于是我立马总结了几个能帮助大家成功的心法，然后在这部影片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。我会手把手的教你怎么开始，甚至告诉你在什么阶段该怎么做。如果你有心想要从零开始，白手起家的去学创业，去学投资，从而获得财富，改变自己的人生，你一定要把我这部影片看到最后。这些内容在外面都是学不到的，都是我个人亲身经历和领悟总结出来的，连我公司内部教育训练我都不曾公开，所以最后内容才是含金量最多的地方。顺带一提，这个频道是帮助大家培养财富思维，请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你将不会错过财富的免费讯息，并且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那么我们进入正题。首先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内心中生出一个坚定的目标，这不是什么励志的语录，我说的每句话都有背后的意义。你耐心的听这句话里面有3个关键词：1是内心，2是坚定，3是目标。为什么我要说是内心呢？因为外在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内心的投影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现在生活过得不怎么样，其实都是因为你内心觉得自己是一个匮乏的人。给大家补充一个心理学知识，我们每个人的存在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。比如你跟别人辩论吵架，就算你发现自己是做错了，也不会去承认，你会不断的找证据去论证自己的观点。这种情况尤其在情侣吵架的时候最常见，有的人甚至会翻旧账去证明自己是对的，明明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。所以同样的道理，很多时候我们内心都会觉得自己穷没钱，觉得这样平平安安就是幸福啊，然后还常常挂在嘴边，那么结果就会是照你心中所想的呈现外在的世界，证明自己是个普通人，是个穷人的事实。所以我让你们第一件去做的事，就是先让自己的内心坚定地升起一个目标。富人的内心强大吗？这是肯定的。只有内心足够强大，知道自己一定会有出息，一定会成功，一定会成为富人，知道打工是不可能有出息的，只有自己创业才能致富。就像当年的我，辞职没有什么需要考虑的，当决定了就很果断的去创业了，对自己的目标够坚定，这世界上没有做不成的事，所以我成功了。我想告诉大家，当你的内心已经如此强大，其实成为富人也只是迟早的事罢了。我大学时期打工的时候，我在职场看到的那些正职的员工，每天无精打采，日复一日，我便知道领着固定的薪水是没有前途的。于是我开始研究大量的理财书籍，最后领悟出一个心得，影响了我的内心，影响了我的潜意识，让我不甘于平凡，不甘于和那些全职的员工一样。而为什么我可以跳出打工圈去创自己的事业呢？这就涉及到第2个元素，坚定。我们的内心强大是因为我们足够坚定。怎么说呢？富人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喜欢阅读，追求知识。富人的自信跟坚定其实是来自于丰厚的知识做后盾。当别人去玩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去吸收知识，提升自己。一般人每天保持原状，而我们的知识日渐提升。大家有没有听懂呢？富人坚信只有知识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，甚至有些人更积极。这个名词我印象非常深刻，叫做抢学问。他认为别人是在求学问，而自己是在抢学问，但抢的是时间。就好比在坐捷运或公车的时候，他们会利用坐车的时间去吸收对赚钱和成功有帮助的知识。题外话，如果大家对于吸收财富知识、财商思维，希望可以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留言告诉我，有机会我再来成立一个群组，大家在里面也可以互相的交流，我也会分享更完整的财商思维，帮助大家达到财富自由。回归主题，大家看书时要有筛选资讯的能力，这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。我创业之所以成功，是因为我会对我身处的领域做大量的研究，我把能够帮助我在那个领域成功的所有书籍和培训全部拿来研究。好比你搞批发公司，就要对生产线、物流线、销售线做研究；如果是搞投资的，你就要对价值投资、趋势投资、
杠杆、产品那些做研究。如果你还没有开始，也不用太担心，这个时代创业还是有很多机会的。但现在经济的大环境下，就算我们有很多资金，但你如果缺乏财商知识，没有最新的资讯，那么无论任何行业，你越努力，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大。反之，你有财商思维，我们小小的付出就有很大的回报，而且很容易成功。听到了这里，你明白富人为什么能这么坚定的去辞职，去自己创业吗？因为富人一开始打工不是为了赚钱的，是为了去了解一个行业的。当已经足够了解一个行业以后，就去辞职，然后自己跳出来做。举个例子，当初李嘉诚在香港的茶楼当小二，接触了很多大老板，后来他又去舅舅的钟表店上班，做到了经理，也学到了管理，直到后来他开了塑胶工厂，有一个塑胶花的专利在意大利，意大利人不肯把专利卖给他，于是他又亲自飞过去意大利打工。他回到香港后开了个塑胶花厂，因此带动了香港的塑胶花文化，成为了塑胶花大王，也赚到了第一桶金。大家看懂了吗？这种对知识的渴望与坚定造就了他，让他拥有了一个成功企业家的所有技能，而且最牛的是他还不断地更新他的知识，从不间断地去求学。现在有几个人会这么做呢？其实每个成功的人都是因为有一个目标才能走到今天的。你的目标是什么呢？快点留言告诉我吧。所以目标是我们的精神寄托，让我们的坚定朝着目标前进，也因为我们的坚定和自信，让我们的内心变得强大。这其实就是成功的公式。如果你把这条公式套进去每个成功的人身上，几乎都适用，因为事实就是这样。你试一试把这条公式套在自己身上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内心中生出一个坚定的目标，套在自己身上试试看，看看有没有用，反正也没有什么损失，万一成功了呢？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就要先找到一个偶像，就像当初周星驰因为妈妈带他去看了李小龙的电影，让他升起了一个目标，立志要做一个武术家，或者是一个演员。他本人也提到过，他努力为之奋斗的一切，都是因为李小龙这个人。所以当我们有了目标之后，就要有一个偶像。同样的，就像有人喜欢打篮球，就会模仿科比的动作和风格。我相信每个喜欢打篮球的人都会把自己当成是一个球星，然后去买他们的球衣，然后我们直接去学他、复制他、模仿他就好了。致富也一样，我很早就知道自己的梦想是财富自由，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做我自己想做的事，我能够开着名贵的跑车，住着宏伟壮丽的房子，然后到处环游世界。我建议每一个想要从零开始、白手起家的创业家、投资家，都去找出自己可以成功模仿的人士，因为他的故事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每一步到底要怎么思考、怎么走。回到正题，大家如果真的把企业做得越来越大，就会明白有一种东西叫做责任。我希望每一个想要创业的朋友们，当你的企业做大了，别人对我们的公司是有依赖的，因为相信我们，所以把生意交给我们，把钱给我们赚。慢慢的，我们就有了一种责任感，是因为责任感让我们成功了，但也是因为这个责任感让我们退不下来。你的企业越做越大，你的责任就会越重。你们去上班是因为你们对家庭有一份责任，所以你们一天工作8个小时。我们创业就不只对自己家庭责任了，还有对客户、对员工、对其他合作伙伴的责任。他们相信我们，这种信任推动我们前进。要想成功经营企业，就要尽一切所能，把上天交付我们的经验、智慧和财富服务于社会。大家有没有听懂了？企业使命就是回馈社会，回馈每一个对他信任的人。我也希望每一个开始创业的人都一定要怀着这个责任心去创业，别总想着去赚钱，财富是额外的，是顺带的效应。我们创业真正要做的是找到我们的使命，需要让我们的心灵透过创业这件事情得到喜悦感。只要大家把我说的话都听懂了，创业真的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难，我们这个时代也能够赚大钱。这时候的你也是真正的达到财富自由，也希望大家能做到。希望今天的影片大家能有所领悟。最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给我，只要今天的影片对您来说有帮助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点，我就认为有价值了。那么如果您不想错过任何关于财富思维、达成财富自由的免费讯息，我还是呼吁您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并且按赞及分享这部影片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朋友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
好了，我们下部影片不见不散。